我是 Steely， 新年第一支视频就是为大家带来有一部分人期待不是太久的 iKawa 家用烘豆机。那么现在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烘豆，已经知道的同学可以直接跳到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在咖啡厅或者是超市里能买到的豆子都是烘好的，它们都已经包装好了。每一个咖啡厅，它会根据它豆子产地的不同和它想要的风味的不同，来用不同的烘焙曲线烘这些豆子。平时我们在咖啡店里买到的咖啡豆都是，比如说这种颜色，看得见吗？对，就是黑黑的豆子，这种是已经烘焙以后的颜色。那么什么是生豆呢？生豆其实就是把咖啡的果子红红的，我们叫它 cherry， 把它从树上摘下来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方法，比如说水洗啊、日晒啊，或者是 honey 啊，把它外面的那层壳给剥掉以后呢，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我们就管它叫生豆，黄黄青青，看起来没有什么食欲，小小颗的这种。而这台机器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小批量烘焙的家用烘豆机。下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烘豆机了。插电口在这里，然后有一个开关，就是这样子呀。这里是你开始烘豆的一个按钮，因为我现在没有插电，所以看不见。然后这个呢是它会在烘的过程中接很多的皮，然后最后咖啡豆烘好以后，它也会有一个吹风管道把它直接给吹到这下面来，所以烘好的咖啡豆最后会出现在这个罐子里。OK， 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你倒豆子的地方，倒一个口。平时你烘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你倒进咖啡豆到这里面以后，你把它转过来，它就会有一个洞，然后咖啡豆就会漏到这个里面去。烘豆的时候，咖啡豆就会在里面转呀转呀转呀转。好，这个洞是它的一个排风口，所以呢非常简单，而且很小。有了这台机器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它的一个使用 App。你可以把它装在手机上或者是 iPad 上，就可以通过选择你烘什么豆子来选择它的烘焙曲线。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更改它的烘焙曲线，而且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你自己的曲线。打开 Bring Coffee to Life。好，这里呢就是它所有的 recipe library。我买这个机器的时候，它送了一堆豆子。有哥伦比亚呀，什么洪都拉斯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想要烘这一个哥伦比亚 Andino， 好，我点开，这就是官方的数据。红色的这根线呢是表示它的温度，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还挺奇怪的。然后黑色的这根曲线呢就是它的风扇，它一开始转得很快，然后掉下来，慢慢的平稳的上去，然后再下来给它降一个温，这样。再看看别的吧，洪都拉斯 Espresso， 你看这个曲线右边了 ，Ethiopia Shakiso Espresso， 就其实它的每一个参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据它的豆子的品种的产地不一样，还有根据你需要它的风味不一样，不同的曲线和这些参数，它都是为了把这个豆子它的风味特点给展现得特别清楚。对，你每次，比如说我今天要烘哥伦比亚，我点进哥伦比亚，发送到机器，那么机器就接收了。如果你只是想要保持这个曲线的话，就可以不要用它了。如果你在烘豆的时候，一直开着 app， 你一直看着它的曲线浮动的话，你就可以实时监测它，而且你还可以记录它的1报2报在什么地方。但是你要仔细听它那个夸夸。在没有 app 的情况下呢，你插电以后，它会自动记得你上一次烘焙的参数，所以你很满意你上一次的烘焙，那么你就不需要这个 app 也可以进行操作。这个 app 还可以让你自己 DIY 你自己的 customize， 比如说你想用这个洪都拉斯，你要更改小笔，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点了嘛，就可以改它的，你可以移动它的所有东西，你可以让它加长时间也行，让它升高温度也行，应该炸了吧。然后这个风扇也是可以改的，所以可玩性还是蛮高的，我觉得。然后你还可以增加你自己的 create a new recipe。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来烘一个豆试一下吧。OK， 其实它送了2个罐子，可以轮流用。你倒掉一次以后，你接下来还另一个罐子，你可以进去放豆子。Hello， 大家好，我是第2个罐子。开机，亮，耶，成功开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50克的生豆。Oh fuck，
好，我们现在有50克的生豆，我们把它倒进去，是倒在这里。好，50克装得满满的，哈，进去了，哎，然后我们把它盖上。好，它现在其实已经是 ready to roas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我上一次烘的就是哥伦比亚，这个 recipe 已经发到了我们的机器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按这个开关键，让它开始烘豆。看到这个温度的上升。因为这个风扇一直在排风，然后在旋转，这个里面已经慢慢的开始有积累一些小碎屑在里面了，也在跟着风在快速的旋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烘焙基本上要结束了，在快到9分钟的时候，下面这根黑色的曲线就是它的，我又听到了 crack。那么下面这个黑色的曲线就是它的排风会让它迅速的冷却。现在热量切断，温度迅速往下掉。哈哈，然后其实风扇的转速也在变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有一个往下滑的一条线。然后好，现在哇，好温暖呀，这个它已经停止工作。那么接下来这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银皮倒掉。现在我们有一个干净，我们就把它换上吧。哈哈，激动的时候来了。我们现在想要咖啡豆进入到这个罐子里面，摁一下，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风把它一直吹，咵掉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还挺酷的吧？耶，完成。这就是我们刚刚烘好的豆子，种不知道什么的味道。OK， 看起来还不错哦，还算是比较均匀。中焙，看这个颜色。刚烘好的咖啡豆呢，不太适合立即饮用，需要一定的养豆期。我前几天有烘一份一模一样的豆子，也是同样的哥伦比亚。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尝看另一份的味道吧。在这里，对哦，这个烘豆机还送了一个罐子，可以让你保存你烘好的咖啡豆，闻起来还蛮香的，就是很浓郁的一种果味。那我们试试看吧。手冲做好了，用的一刀流的方法，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味道吧。果酸非常明显，但是它的 body 有点不太厚，我喜欢再把它的整个那种醇厚度再多一点点就会比较好。现在有点太淡了，可能我会选择调细一点我的膜，来让它的风味更加的凸显出来，还不错啊，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最后总结，哪里买生豆？买咖啡机的时候，他送了一大盒生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一包，还有大概就是这么多，1、2、3、4、5、6，大概6包吧，好像是。然后它其实每一份也是有充值参数的。另外，我们还从一些本地咖啡供应商买到了生豆，这个叫 U Roasted Coffee Organic Green Beans Guatemala。圭地马拉，其实我觉得某宝肯定能买得到生豆了，或者是你就直接百度、Google 就好了，肯定能买到。iCarwo 的官网也是可以买到的，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不过得从欧洲寄过来，30多欧元的运费，看你自己觉得值不值吧。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去买一块地自己种咖啡树。这样的咖啡机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居家旅行必备，适合每个人买一台。大部分人都不需要自己烘豆了。所以它适合我觉得的以下几种人：一，对咖啡特别感兴趣的人；
比如说一些烘焙师啊，或者是自己想成为烘焙师的人，就可以自己在家里慢慢的研究一些它的参数的调整对咖啡口味的影响。第二点，对咖啡口味追求极致的人。3，土豪。哎，但我不就成土豪了？不好意思，我不是土豪。OK。4，如果你一定想要一个剁手的理由，那就是你平时出去店里买的咖啡豆，烘好的咖啡豆，它保存的期限真的不长，你保存的越久，它风味流失的越多。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想喝某一个庄园的瑰夏呀，或者是哥伦比亚呀，你就买它的生豆就好了。你可以买一堆，自己放在家里研究，这样呢，你什么时候想喝你就什么时候烘。那么重点来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你订阅、留言、按赞、分享，这样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咖啡视频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我们可能会回复。亲爱的观众朋友，当你在豆子烘好以后，让豆子被吹出来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把之前罐子里面的银皮得倒掉，不然呢，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小事，就是你可能需要花5、6个小时把这些豆子里面的这种银皮啊，把它给吹出去。